你这什么造型？你在干什么？榴莲？你居然会买榴莲？我的天哪！你该不会是在做榴莲蛋糕吧？失败了。不应该啊！我这一步一步都按网上说的来的，怎么回事呢？180度双面平均受热烤半个小时。你调的是单面，梁队长。嗨，我说呢。不用回部队吗？有休假吗？哦。怎么了？虽然不想承认，但是在这个时候能在家里看到你，还是很安心的。我就知道。不过你为什么突然要做榴莲蛋糕啊？我觉得吧，你应该吃点甜的，压压惊。哎，饶叔。啊，在家呢。好，马上来。哎，我去公安局接小雪去啊。我和你一起。我也有事找饶之。所以你是怎么知道的？表面看，死者的确是用大拇指扣动扳机吞枪自杀，可是死者的整个后颅都被掀开了。所以呢？我刚刚对比了大量的吞弹自杀案例，后颅被掀开的全是用食指扣动扳机，而用拇指扣动扳机自杀的所有案例里，死者打穿的应该是后颈。如果不是巧合，那就说明不是自杀，而是他杀之后伪造成了自杀现场。马上摸排全市的3级党员公司，着重找那位卓总聊一聊。是。她真的是饶警官的女儿？对。好神奇啊！如果你认识以前的他，就能原谅现在的他了。也许吧。哎，你是怎么看出那个自杀是有问题的？你忘记我喜欢看侦探小说了吗？那些我们曾经以为无用的经历，最后会在某一个不经意的瞬间彰显出它的价值来。还有，我的这个习惯是受了卓然的影响。然后呢？所以我觉得昨晚你的那个推断是不存在的。如果他真的是那把手枪的主人，他在伪造自杀现场的时候，不应该疏忽这个致命的漏洞。哦，说了这么多，原来是为了他呀。我是为了我自己，过去我也有，但我不会因为我的过去而丧失了判断当下的基本理智。我希望警方赶紧破案，用事实证明你错了。那我希望你能赢。我希望这段过去不要伤害到你。我说过，我在乎的不是输赢，而是人。干嘛呢？我的 heaven， 我没想到我一睡醒就要吃一堆狗粮。我得走了。
可梦，你真像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年。我本来就少年。舅妈问我你和夏初进展到哪一步了，我怎么回答？你刚才拍那个照片啊？我打死都不删。你发给他，发给他，也发给我一张。哦，真是活久见。对于一晚上烤糊7个蛋糕的一夜7次郎而言，刚刚的成功注定是一个难忘的时刻。有什么想对我和二喵说的吗？人类第9大奇迹呀！让我下来，桌上还有点渣渣。你去哪？让我下来呀！他居然把我们丢下了。快让我下来，桌上还有一点。可能发情期的男人眼里就只有爱情吧。轻了，轻了！张医生，哎呀，不好意思啊。我说你这么粗鲁的人，怎么会有人看得上你呢？医生，那您这么温柔的人，有人看上你吗？我说老铁，说话别太扎心行吗？给他送吃的。啊，对啊，夏初人呢？在急诊呢。有病人？你不知道啊？怎么了？你们之前救的那个人，他值班的时候给弄丢了，陈主任很生气，给他发到急诊了，就算是轮转锻炼吧。我去看看去。啊！我说你这人追女孩就这么笃定，毫无犹豫啊？哎呀，这当兵那么忙，哪有时间犹豫啊？得向人学习啊！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什么时候能走啊？哎，医生，你倒是给个准话呀！我女儿的病到底什么时候能好？您没有听清楚我刚刚跟您说的话吗？您女儿现在的情况十分危险，血液灌流之后还要继续治疗，这个过程会非常的艰难，所以需要你们家属和病人全力配合。这也太难了吧啊！这一下子我就花了5000多，这接下来怎么办？再说这人不是已经就醒了吗？为什么不能出院？你们非得把我们榨干了才放人是吧？您到底知不知道百草枯是什么？不就是除草剂吗？我听人说了，没什么毒性。您听谁说的？我才是医生，您听我的行吗？10毫升的百草枯就可以致死，您女儿现在的情况十分危险，您知道吗？师姐，你们医院之前消化科收治的那位百草枯的病人，最后治好了吗？入院14天后，血氧开始往下掉，只有60%，氧分压也不好，上了呼吸机，结果加重肺泡损伤，恶性循环，上周已经去世了。我不是已经跟你说过了？跟我说什么？我以为是病人家属。现在跟病人家属处这么好，还有人给你送吃的。
做成了？尝尝看。我还真饿了。品鉴一下。味道不错。吃出什么味儿了吗？这味道不错。榴莲味的。那我出去吃吧。在这吃吧，没事。我现在对这个榴莲味已经免疫了。那你尝一口。哎，那还是不必了。那你还是不喜欢？我当然不喜欢了。那你为什么要做榴莲蛋糕？因为你喜欢。我听张医生说，调到急诊来了。是不是呀？说实话，还挺不适应的。这2天，经我手的病人就已经走了3个，还有一个因为百草枯中毒，现在正躺在病床上。你别看他现在好好的，可能到了明天中午，他的肝脏就会开始衰竭，紧接着就会出现肺炎、肺不张、肺水肿，或者肺部纤维化，最后被活活的憋死。直到死，病人的意识都是清醒的，可怕吧？一个救活的病例都没有。有，可是极少极少。主要是看病人服用的时间和剂量，如果少于10毫升的话，并且及时洗胃、及时血液灌流，再加上自己个人的一点运气，可能，也只是可能，还会有最后一线生机。那你现在的这个病人是什么情况？我不知道，他什么都不说。他为什么要自杀？喝了多少？多长时间？他什么都不肯说，他爸爸也都说不清楚。如果真的喝了很多的话，就没有必要抢救了。可是万一呢？万一他只是喝了一点，万一还有救活的机会呢？他只有18岁，18岁这么好的青春年华，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他长得很可爱，而且才刚刚入大学，也很漂亮，人缘又好，就是和同学吃了一顿饭，聚了个餐，晚上回家就开始喝毒药。你说他为什么？究竟的发生了什么？他为什么要喝那玩意儿呢？性侵啊！什么？你说这个女孩又年轻又漂亮，刚上大学，恋爱都没谈过，那为什么出去吃个饭回来就自杀？也许就是因为性侵，让她想到自杀，所以她也不想开口。我在，医生，我女儿现在怎么样？快去缴费。哦，好。哎，那边。哦，对，那我去了。你是对的，他开口了。喝了多少？他没有喝进去，只是在嘴里含了一会儿，因为受不了那个气味儿，所以都吐了。那还有救吗？百草枯的可怕之处就是在于，即使它没有吞咽，也依然可以通过皮肤渗透到血液里，和血浆蛋白高度结合。那就是……医生，我叫好了，
好。虽然难度很大，但我们依然制定了完整的救治方案。第一步还是先把药用上，血液灌流继续。之后的1天、3天、7天、14天、21天，是抢救过程中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，包括胸部 CT、血尿常规，每个时间点上都要做全套的检查，以便随时监测病人的身体情况。过1天看3天，过3天看7天。一般来说，7到14天是病情恶化阶段。14天定生死，很多人都扛不过这个阶段，我们都要做好这个准备。贾医生，那个蛋糕我尝了，还是温热的，所以我想送蛋糕的人应该没有走远。侦探小说不白看吗？不，这跟侦探小说没有关系，是因为只有你才会把刚出炉的蛋糕第一时间送到医院来给我。原来我休假比较闲嘛。蛋糕很好吃，朗姆酒口味的。昨天是巧克力味的，前1天是黄桃奶油味的，之后的每一口，我都有很用心的在品尝。你喜欢就好。很喜欢。现在下班回家吗？还不行。刘然的左肺已经出现了纤维灶。没有其他的治疗办法吗？即使有，也不是我能主导的。梁木泽，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别没有用啊？眼睁睁地看着一条鲜活的生命在我面前窒息而死，我真的觉得自己像一个无能的白痴。你说世界上为什么会有人会发明百草枯这种东西呢？它是没有特效解药的毒药，哎，如果没有它的话，先生，我跟你说啊，你看枪可以杀戮，但是它也能制止杀戮，对吧？海洛因可以让人死，但是吗啡却能镇痛。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绝对的对错。百草枯当时人家是作为最有效的除草剂被发明出来的，后来只是因为有些人使用不当，让它蒙上了毒药的污名。可能没有百草枯的世界会变得更好，但是跟我们已经没有关系了。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善恶好坏，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好每一次最正确的选择。所以夏医生，不要再去想没有百草枯的世界会怎么样了。与其做一只聪明的鸵鸟，不如做一个勇敢的白痴。上一个这样勇敢的白痴叫堂吉诃德。你记住了啊，一个伟大的骑士可以失败，但是绝对不会被打垮。伟大的医生也一样。伟大的医生，我可以吗？当然可以了，我说你是你就是。谢谢你，梁木泽。
谢谢你的蛋糕，还有刚才的那番话。那回去好好工作吧。工作再忙啊，也要注意你的军容，知道吗？拜拜。